在很多人的理解里，房地产似乎永远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的：房价已经在跌了，会不会继续跌下去？但如果回到2014年，决策层真正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房价继续下跌，整个财政、金融和地方治理体系是否还能承受？这才是2014年之后一切政策选择的真实起点。也正是在这一判断下，政策层开始重新审视房地产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接下来我们需要依次回答3个问题：房地产为什么从稳增长工具变成系统风险源？常规宏观工具为什么不再凑效？国家又是通过哪些非常规手段对这个系统进行托底的？以下内容将按照这个逻辑展开。2008年的房地产目标非常清晰，稳投资、稳增长。但到2014年，房地产不再只是一个市场行业，而是被深度嵌入在整个制度结构之中。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银行资产负债表高度集中于房地产相关领域，地方融资体系以土地与房价预期为基础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已经不再只影响某一类市场主体，而是会通过财政收入、银行资产质量和地方融资能力，在不同制度层级之间相互传导、互相放大。这意味着，一旦下行持续，风险将不再局限于行业内部，而是可能演化为跨部门、跨层级的系统性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政策目标发生了根本转向，不是简单的短期稳增长操作，而是稳住整个系统的运行能力。如果房地产的问题仍然可以通过降息降准解决，那么2014年之后的一切非常规操作都没有必要存在。但现实是，到那时为止，降息降准、降利率、降首付等常规宏观工具已经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并非因为政策空间失效，而是其依赖的3条传导机制同时受阻。一是银行风险偏好明显下降，二是资金在空间配置上高度回避高库存区域，即资金不愿意进入库存高企的3、4线城市。三是房地产的核心矛盾已经从利率问题转向库存与结构问题。如果问题仅仅是利率水平偏高，那么在融资成本持续下降之后，需求理应逐步恢复，库存也应随之出清。但现实是，即便资金成本下降，高库存区域的成交依然迟滞，这表明问题已经不在价格，而在结构本身。换句话说，即便资金成本再低，也无法自动流向被需要托底的地方，市场机制在关键环节上开始难以自行完成调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PSL 被引入，它常常被简单理解为央行放水，但这种理解是错误的。PSL 的本质并不是全面的货币宽松，而是在常规货币政策传导受阻之后，由央行以定向方式指定资金流向的政策工具。它不通过市场竞价形成价格，不进行全面信用扩张，
而是以低成本定向方式进入政策性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钱往哪儿走这件事上，央行不再等待市场选择，而是亲自下场，完成一次制度层面的重新分配。需要强调的是， PSL 并不是直接给开发商融资，它更多以支持基建、棚改、城镇化的名义存在，但它的真实作用在于稳住地方融资能力，稳住土地预期，稳住与房地产高度耦合的那整套系统。如果地方融资能力和土地预期同时下滑，地方政府将被迫收缩投资和支出，城投融资链条也会面临持续承压，从而反过来加剧房地产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换句话说， PSL 不是在救某一家房企，而是在救房地产所嵌入的整个制度网络。如果说 PSL 解决的是钱从哪里来，那么棚改货币化解决的就是谁来买房。棚改货币化在政策表述中通常被定位为改善居住条件的民生工程，但从运行机制上看，它是一项非常典型的需求工程。当大量3、4线城市库存无法通过市场自然出清时，棚改货币化做了一件非常直接的事情，用制度的力量制造买家。这并不是价值判断，而是机制判断。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棚改货币化如此高效？因为它绕开了市场最困难的几个前提，不需要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不需要人口净流入，不需要市场信心修复，只要政策在，需求就会出现。也正因为如此，在2015到2016年棚改货币化集中推进后，许多3、4线城市的商品住宅库存才得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被快速消化。仅有需求工程是不够的，如果信用端缺乏同步配合，交易就难以完成，资金链也难以打通。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居民端的房贷政策、公积金使用条件以及首付比例，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边际调整。这说明一个事实：房地产托底从来不是单一政策，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只看结果，这套机制确实发挥了作用，房价止跌并反弹，库存显著下降，地方财政压力阶段性缓解，金融风险被延后显现。从稳系统的角度看，这是一套非常成功的托底组合拳，这一点必须承认。但问题在于，这套托底并没有解决房地产的结构性问题。从结果看，库存确实在短时间内被快速消化了，但这并不是通过价格下跌和真实需求修复完成的市场出清，而是通过棚改、货币化等制度性工具，在不触发深度调整的前提下，以非市场化方式完成了库存消化。换句话说，库存被消化了，但市场出清过程本身被暂停了。从时间维度上看，风险被推迟了，但并没有消失。这意味着原本应当通过价格调整和主体退出完成的出清，被延后到未来某个时点，并可能以更加集中的方式重新出现。这一点在后续开发商并未同步出清、高杠杆主体得以延续的事实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随着国家开始通过非常规工具对房地产进行托底，房地产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允许自由下行、自由出清的市场，它成为一个一旦下行就会被视为系统风险，从而触发制度干预的对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转向。回头看2014年之后发生的一切，可以得出一个并不直观但非常关键的结论：中国房地产的稳定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完成自我修复的，而是通过一整套政策工具的持续介入得以维持。从这一阶段开始，房地产运行的核心逻辑从市场自我调整转向了以稳定为优先的政策主导运行。那么问题就自然出现了，在这样一种运行环境中，房地产企业要如何生存？这正是下一集要讨论的内容。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您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请您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